中印边境可以出现车载智能蔬菜自供给系统，解放军种菜上瘾，这习惯也是没救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去年咱们说过，就是解放军呢给边远地区的这个驻守部队准备过这个特需野战食品，专门呢供大家是逢年过节聚餐用的。去年我们关注的是中印边境，今年呢不仅仅是高原地区还出了好几种宴席组合，有这个北方菜谱、南方菜谱，还有那种香辣的是川菜菜谱。东部战区呢今年干脆把菜谱拿出来当征兵广告了，展示的内容除了整条的很大的烤鱼、整个的红烧肘子，还有野战鲍鱼，还有战术佛跳墙。今年呢，除了过去那种野战那种食品罐头包装的、软包装的，我们又玩出花样来了，就是把航天生鲜食品送上了高原。一般说航天食品，大家想到的都是什么罐头啊、软包啊，那种可以用那个吸管吸的饮料啊，或者冻干食品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国外也好，国内也好，太空站上也开始搞蔬菜种植实验，所以有些航天食品可能就是在太空上新鲜采摘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天宫那个空间站上种蔬菜，预期呢在太空站上要搞一个受控的生态系统，这样航天员在太空中所需要的氧气、水、食物均可以在系统内实现再生利用，自给自足。航天部某单位呢就以此为基础搞出了几个种菜的方舱，并且把这个方舱一路拉到高原做了展示。这些方舱呢其实很类似太空舱，里边有自己的照明、温度、营养液的保障系统，就是做了专门给哨所用的一个种菜的封闭生态环境，而且呢是全自动操作的，多个方舱还能够实现联网进行集中控制。一个战士每天花上30多分钟对系统进行一下监测运行就可以了。要知道，对部队来讲，在高原、在沙漠、在海岛，要是随时能吃到新鲜蔬菜，那是一种极大的幸福。想当年，我记得好像是60年代吧，我们家老太太在某靶场基地做实验嘛，他们在工作间隙还要用剩下的一点点淡水种一点蔬菜的，那种蔬菜量特别少，自己根本吃不起，只能是给生病的同事们留着。再往后呢，这种全自动种植的概念，我是90年代初的时候第一次见识到的。就是80年代末，日本有人自发搞这个民间的战争赔偿，就把当年日本最好的全自动种植科研大棚，还有一个科研中心，整个搬到了北京。那个时候我们去参加社会实践，就看到这个设施。那时候就是光照强度，不管是照明还是那个遮光板遮光也好，包括这营养液中每种关键离子的浓度也好，都要求实时监控，并且调整，始终要把这个浓度保证在一个标准状态下。不过那套设备呢，纯属科研用的，占地也很大，而且说到底，它那个塑料薄膜再怎么高级，再怎么特殊，它也是塑料薄膜。真上高原了，里边一样要变成冻土。而现在航天部呢，是把整个系统缩小，放进太空舱，还要放进这个恒温的方舱里边去。这个方舱就可以用卡车或者船舶拖着到处跑。那么高原、沙漠、海岛这些地方的边防哨所，就不是只用罐头和维生素药片解决健康问题了，而是解决了生活质量问题，要做到吃得舒服。正好解放军还有习惯，走到哪儿都种菜，海外维和都要在营地里边把菜地开出来。那么现在这种方舱到位之后，看这个架势，以后我们就不仅仅是哨所和维和营地了，从核潜艇到空间站，我们的新鲜蔬菜随时随地都能有。这2年呢，我们花大力气改善边防哨所生活条件，一方面是要保障军人的健康、体能和士气，这是要提高战斗力；另一方面呢，也是让社会放心。以前我们一搞宣传就往惨里边说，老是单方面讲我们的战士多艰苦啊，多么不怕牺牲啊，也不多说说后勤部门都做什么努力了。其实呢，这么宣传对解放军形象树立还有点反作用、副作用。再有呢，也是要告诉某些对手，想在高原上跟解放军比后勤，至少在吃的这个方面，美军都不是对手。好，关于喜欢种菜的解放军有了什么高科技神器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